这个吸血鬼也太变态了，猜拳输掉就要脱一件衣服，他把男人扒光之后，居然盯上了性感的修女姐姐。安静美好的夜晚，猎人公会外突然有人大喊吸血鬼来了，居然有吸血鬼敢在猎人公会门口出现，那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。这个怪人叫吸血鬼超爱野球拳，自称背负着将野球拳这个传统游戏流传给年轻世代的光荣使命。所谓野球拳就是猜拳脱衣服。野球拳首先盯上了老实人铁砂，通过催眠强迫对方和他猜拳。罗纳德看不惯这个变态如此嚣张，冲上去准备将其绳之以法，却没想到对方居然张开了野球拳护照，在他玩游戏的这段时间内没人能打扰他，于是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可怜的铁砂输得一丝不挂，身体侮辱完了，居然还要进行精神侮辱，要铁砂穿上一件超爱野球拳的 T 恤。比完一人之后，他立刻找上另一个人。这个变态也确实有本事，到现在还没输过。猛男脱衣的场面可不多见，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围了一群大妈欢呼喝彩。会长还趁机做起了生意，脱光了个男人后，变态居然盯上了工会里的女孩子，说什么保护文化，他分明就是冲着女人来的，不能再让这个下流的变态为所欲为了。德拉克灵机一动，找来了脱衣服也不会害羞的开花哥，都已经全裸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没想到野球拳居然将规则反过来，说着的人一人穿一件，穿上裤子就感觉自己被玷污的开花哥当场败北。罗纳德决定找人当诱饵，然后趁机在结界上制造缝隙，说着毫不犹豫把德拉克扔了出去。高贵的吸血鬼绝不能在这里被脱光，德拉克情急之下使出求恩格挡，求恩失败，因为他没有衣服。变态选择了剃毛，更加变态了好吗？愤怒的德拉克为了给求恩报仇，选择了作弊，被当场脱衣羞耻而死。所有猎人接连败北，穿上了耻辱 T 恤，最后只剩下了在场的唯一女性玛利亚小姐。玛利亚果断结束了比赛，而她输掉之后第一件脱掉的居然是内裤，只要先把这个脱了，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变态激动的泪流满面，这种底下一丝不挂的感觉，只会让夺取最后一件的色情感变得更加显著啊！眼看玛利亚的衣服越来越少，惨败的男人只能在外面无能狂怒，任何外部的干涉都无法影响内部。难道真的看玛利亚被迫脱光吗？德拉克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只要里头的人动手把他揍扁不就行了吗？于是这场野球拳在玛利亚暴走变态中落下帷幕。变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。你见过喜欢激吻帅哥的吸血鬼吗？没错，这个吸血鬼就叫做吸血鬼激情热吻。如果想要击败他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避开他的亲临文语。罗纳德二话不说，直接一拳将其打飞。铁砂非常羡慕实力强大、人气又高的罗纳德，最近还搞起了吸血鬼和搭档的事，但他却畏畏缩缩，毫不起眼。罗纳德提出可以把德拉克借给他，德拉克也很乐意接受这种素人改造的委托，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交给浑身充满个性的他，保证他1天之内大变样。要提升知名度和印象，就得从外表开始改造。德拉克建议走一下西尼亚的性感路线，但是他太害羞了，实在干不出这种事儿。随后德拉克找来报社记者为他提升知名度，然而铁砂干的工作都是非常普通的，根本找不到什么爆点。会长表示铁砂的性格非常温柔，不起眼的幕后工作也总是乐于接受。德拉克提议趁机接一些吸睛的委托，这样知名度就水涨船高了。正好工会接到消息说有吸血鬼出没，正是铁砂展示自我的好机会。这只能够召唤食尸鬼的吸血鬼扬言要破坏礼仪，没错，他不伤人不吸血，而是指挥手下乱丢垃圾践踏草坪，是要做一个不讲文明没有公德的鬼。而他的名字就叫做吸血鬼违反礼仪，什么霸占游乐园器材，把水灌到沙池里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熊孩子。而工会驱逐他的理由也简单，害怕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。德拉克忍不住吐槽，铁砂该不会天生吸引不起眼又小家子气的食物吧？面对这种熊孩子，铁砂的呵斥也毫无威慑力，甚至还被食尸鬼扒了裤子。见猎人对他没招，吸血鬼更加猖狂，什么偷厕所的厕纸往德拉克的灰堆里扔灰，总之场面非常混乱。直到吸血鬼一脚踹飞了想为德拉克主持公道的求恩，一直没脾气的铁砂登场发飙，一拳在吸血鬼耳边砸出深坑，居然敢当他的面欺负小孩子，下次砸碎的可就是他的脑袋了。熊孩子被吓得光速投降。发飙之后，别人还没说什么，铁砂自己倒先害羞了。原来之前的铁砂是个超级狂野的不良，后来改头换面成了猎人。记者把之前报道的新闻拿给他们看，然而上面记载的却是铁砂被食尸鬼脱裤子的丑照。罗纳德安慰铁砂，想证明就是这么一回事。猎人小队又接到了一个委托，海水浴场海之街的店长在电话中表示，出现怪东西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，但是海滩上却并没有什么异常。而就在他们以为来错地方的时候，沙滩上的游客突然开始集体脱衣，他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个非常小的比基尼，还邀请猎人也脱衣加入他们。这群人明显被吸血鬼催眠了。铁砂为了救被包围的德拉克被咬了一口，他身上的衣服瞬间消失，然后穿上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微小比基尼。而做出这一切
切的正是吸血鬼微小比基尼。这一集怎么全是变态啊？七个秀！被微小比基尼咬到的人就会染上比基尼病毒，而这个吸血鬼的最终目的，则是用他的微波感染整个世界，让所有人都穿上微小比基尼。被微小比基尼追杀的猎人们只好先躲进海边小屋，他们只是被感染的普通人，不能出手攻击。休特这时站出来表示他来当诱饵，让队友趁机快逃，因为他已经被咬到了，迟早都会被感染。而后有追兵，前有猛火，沙滩上到处都是微小比基尼。靠着德拉克舍身做沙堡，罗纳德和玛利亚一路冲入吸血鬼大本营。狡猾的吸血鬼居然召唤了休特和铁砂来对付他们。玛利亚一把拽下休特的比基尼，这种东西根本不适合他了。没想到脱下比基尼之后，休特恢复了正常。虽然脱光光了，但现在局面又变成了4对1。吸血鬼还不死心，瞬移咬了玛利亚一口。然而这小小的布料根本容纳不下玛利亚宽广的胸怀，他一挺胸就将比基尼轻松崩断。罗纳德趁机将吸血鬼撞进海里，两个人撕扯间，吸血鬼咬了罗纳德一口，本以为胜券在握，下一秒一个浪头打过来，吸血鬼的比基尼离他而去，失去力量源泉的吸血鬼被罗纳德一拳打飞。问题是解决了，但光着屁股他们该怎么回去呢？城里举办了夏日祭典，罗纳德和厨师的工作是巡查祭典，逮捕在庙上胡闹的吸血鬼。然而3人刚走进祭典，就遇到了在买天竺葵的开花哥，利用圈套激吻帅哥的激吻姐，躲在捞鱼池里的吸血鬼金鱼，买香蕉的脱衣哥，搞破坏的没礼貌哥，等等等等，牛鬼蛇神。吸血鬼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他们根本应付不过来，眼看就和人类产生冲突。吸血鬼女帝西梅小姐突然降临，这是一场难得的祭典，人类和吸血鬼都应该停止争吵，和睦相处。在女帝的号召下，祭典终于顺利的进行下去。你能想象得到吗？鲁利居然在庙会上撞鬼了。一晚上都在维护治安的厨师累得不行，他走到无人处准备休息一下，却发现这里有一条破旧的小路。他出于好奇走进去查看，却不想误入了另一个时空。就在他即将被白色鬼影带走之时，一个黑影突然拍开鬼手，抓着他往外跑。匆忙间，黑影的鞋被拽到一只，耳边传来德拉克的呼唤。厨师突然清醒过来，原来他一直在神社旁发愣。他想询问德拉克刚才的梦境是不是真的，但德拉克却没有什么异常。祭典快要结束了，人类和吸血鬼抬起了女帝神教，大家都围上去观看。厨师这才发现德拉克的鞋子不知何时少了一只。吸血鬼研究所的所长是个非常傲慢的天才，研究所为了研究而创造出一种生物，虽然吸血鬼很少，本身也不凶残，但是会寄生其他生物，还有催眠洗脑的能力。研究所不小心把这东西放跑了，所以委托罗纳德和德拉克把这东西抓回来。那只吸血鬼会散发强烈的魅惑性费洛蒙，一旦被寄生就会变得超有异性缘。最可怕的是被寄生的位置是下腹部，看上去就像一对巨大的蛋蛋。罗纳德本来非常心动，一想到这个还是算了。他实在不想到有笨蛋不屑这样也要获得异性缘。说笨蛋，笨蛋就到。便利店父子接连被巨大蛋蛋寄生，而在失去吸血虫后，他们又立刻被抛弃，对比可谓非常的惨烈。追捕途中，吸血鬼被奇怪生物抢走，他已经听说了，只要装上这个，世界就会变成充满奶汁的世界。而这次他吸引的不是年轻女性，还有中年大妈和野人鸵鸟。受到惊吓的奇怪动物当场尾回了原形，他居然还是个白白嫩嫩的小帅哥，这谁能想象得到？而且在接连寄生了杀人魔和开花哥之后，吸血虫的力量再次增强，魅惑居然不分性别和种族了。而吸血鬼最后选定的寄生对象居然是裘恩，他提升着最高点的魅惑之力，和裘恩与生俱来的魅力产生共鸣，不管男女老少瞬间被迷倒，裘恩教应运而生。最后吸饱了血的吸血虫被送回研究所，皆大欢喜，圆满收场。某个没有吸血鬼捣乱的祥和夜晚，闲着没事的德拉克把吸血鬼坏的芹菜扔进了罗纳德的浴室，跑进工会采访猎人。此次采访的重点是一直出现的画面边边带着鸭子头的男人，猎人都对这位瓦摩涅先生非常尊重。对方虽然出于兴趣带着鸭子头，但却是个击败了各种吸血鬼经验老道的猎人。他有一把特殊的大太刀葱，驱逐总数也是横滨第一，受到不分男女老少的欢迎。而他也是罗纳德师傅会长曾经的战友，甚至还会即兴舞蹈。猎人的服装就是各种兴趣的结晶。随后德拉克相继采访了其他猎人服装特色，最后采访以闯入工会基文姐被群殴而告终。德拉克回到事务所，罗纳德光着屁股从浴室惨叫着冲出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呢。